察張彥澤者，攀比好財，縱掠梨樹，酷獵擅殺，以害市民，縱兵為虐，塗炭生靈，克扣軍饷，軍心離散，強占民田，奪人恆產，賣官馭爵，敗壞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禍起無策，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誣陷忠良，殘害賢能，荒淫無度，敗俗傷風，結黨營私，擾亂朝綱，劫殺使節，挑釁鄰邦，大罪12，慶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；盡東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惡。拒特大奸，朕起令5刑之誅，着即建宋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揚名譽，告諭四方。禀主，张彥澤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九郎，一腔忠勇。乱世，人命卑賤，活着比什麼都好。要舍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事宜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这个炭烤得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歸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2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说呢？禀公，禀公，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。不见。禀公，文肃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見也還是那幾句話，不如不見。你去見他，告訴他，谷麥各30萬斛，
種糧3萬斛，這便是老夫開出的價錢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令公3朝元老，何以无礼于斯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智慧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君必有所报。令公不肯讲话。是啊，他的原话是：他若还想要性命，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。请太尉上禀令公，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要面陈令公。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，还请令公拨冗一见。放手吧，明日重元殿大朝，令公要上殿称臣。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朕以好穷倦幼，披诚宝业，总揽一纲，必资同德之贤，赖古功而必成。自尔太尉、中书令、匡国威圣军节度使，燕国公道学通九域，声波南北，侍奉3朝。册命元勋据金册，拜太傅，晋长乐郡王，增邑8000户，时时封1200户。领枢密使，知南面汉儿司事，权汴梁内外兵馬。赐牙户、牛头，许朝覲不屈，尽忠走馬。可。臣冯道奉诏。朕得大统，国号之事，还要劳烦太傅。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，国号称隋；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，乃成300年之大唐。陛下基业，得知父祖宗社諸廟，雖不得大唐敕封，卻沿襲自松漠都督府舊制。松漠以遼地為治所，陛下稱國，號可曰遼。大辽，太傅所奏，颇合古意。国号称辽，臣复议之。臣复议。好，那便定国号辽。祖宗庇佑，大辽永兴。陛下，万寿无疆。大辽永兴，陛下万寿无疆。3朝元老俯首称臣，还献上国号，真是无话可说。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？复见桑相公于地下。桑相公若是不死，今日只怕也要阵阵。衣冠南渡，一历700載，天下文纪节义，
不過淮河以北。于今，契丹天子建好大辽，已为北地之主。唯一可虑的，便是河东刘知远。文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。去将那名盗旗取下来。哦。文仲，怎么回事？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。国祚不有，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切运克己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。王俊回来了。文仲，凤麟公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谷寿实是2代国恩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赏罚，当气血在庭。民工不出，乃丧生何？民工不出，乃丧生何？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？将门破開，把大王抬出來！文仲，干什麼？哎，你們幹什麼？文仲，文仲，放開我！文仲，放開我！不义啊！小人小义何足為論？社稷安危、蒼生福祉，方為大仁大義。臣蘇宇圭，請大王即皇帝位。爾等有些過於不義呀！請大王即皇帝位。請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萬萬不曾想到，一個新的王朝的開始，其過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倉促。一個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黃袍，居然是一面節度使的道旗。劉知遠繼陽城帝後，各地藩鎮及後進舊將紛紛起兵響應，百姓亦群起反抗，斬殺契丹索命官吏。澶州義軍王瓊領兵攻入州城，圍攻契丹守將耶律瑯。東方義軍連破宋、亳、密3州。遼太宗耶律德光聞訊大驚，欲棄城北去。這劉知遠稱帝也便罷了，偏偏定國號為漢。你們說，他
他是無心之舉，還是有意為之？先汉、後汉，乃至季漢，皆為劉氏宗廟。刘知遠姓劉，以汉字為號，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。洪尘，你是七镇不读書吗？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，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，季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。那刘知远算什么？不过一个沙陀番子，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，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，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，怕是后匈奴的刘淵都要比他来的正统。是，贼子见号，莫侯而管，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。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这父子兄弟，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，也没什么。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，也做了10几年的江山，而今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，才2月有余，河东反了，河北也反了。不错，我契丹人是胡种。难道那沙陀朱野氏便不是胡种了吗？真就想不明白了，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胡，什么又是汉？司空，有客来访。哎。吴越前洪处参见冯令公。司空，请起。谢令公。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。你倒是胖了些。晚辈惭愧，蒙令公大德庇护，再造之恩，敏感五内。洪处永世不忘。令公快坐。沏茶。司空请坐。明日，老夫便要伴驾离京了，想着未必能再回来。临行之际，来看看你。离京？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？算不上裹挟。我受封太傅，位比于越，誰都能留下，我卻不能。令公得披南北，若不想走，縱然是契丹天子，也不好強人所難吧？我向他称臣了。可笑吧？向他称臣，其實是百般不願的。畢竟，故主尚在，心中難安。令公，朕還在乎這些嗎？為什麼不在乎啊？吳越前世3代，是梁、是唐、是晉，都是自家選的，會不在乎嗎？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平心而論，
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，他纵然有负天下，却終歸不曾负我。可如今，他要走了，我若留下不走，又是为了谁呢？灵公此番北去，若非契丹主王室，灵公便永不得备至。自庄宗皇帝时，老夫这輩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如今這是第7位。少年時讀諫錄，以魏文珍為藝術。4位舊主先後王室，終於得輔唐太宗，乃臣貞觀之治。輪到自家，也王室了5位舊主了，卻連個太平年景的影子都還看不到。桑国橋，大事上糊塗了一輩子，有一句話卻說對了：年輕真好。吴越，陛下，太傅上了年岁，奈不得行军勞頓，加上背井離鄉，遠赴塞外，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。你去跟他說，此番只是暫離，今年冬月，我必定許他重回汴梁秉政。是。朕就不信這個邪。沙陀人做的中國天子，契丹人也必定做得。公元947年4月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，統治難以維繫，被迫放棄汴梁北返，途中暴卒於欒城。6月，已在太原稱帝的後漢高祖劉知遠率軍南下，順利進入汴梁。南唐使臣徐鉉，代我主向大漢天子遞上國書，以通致好。让前世前来。吴越使臣，前事何在？臣吴越钱弘处，恭迎陛下。吴越前郎，进前来。刺傷张彦泽的是你。京師上下欲殺張賊者，並非弘處一人也。年輕真好啊！宣召，吳越國前世，奉國有度，勤修共事，撫民治軍，有功於東南黎庶。大元帥錢弘佐，加太傅、尚書令；檢校司空錢弘處，今日右衛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賜國信。臣代我王叩謝陛下恩澤。
傳令諸軍在城外安營，張貼安民告示，豁免基府州县粮赋3年。臣等奉诏。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交予開封府，赈濟流民，籌措春耕。臣等奉诏。這是朕欠了京都梨树的老賬。冯令公可还无虞？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之間起了齟齬，两人幾乎兵戎相見。聽司的耶律烏質在兩人之間奔走，以為調停。此時馮令公也在鄭州停下了，陛下下詔，令馮令公回都秉承。唉。可惜呀，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。都走了好幾個月了，國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。九郎此番回去，可還有未了之願？儘管說來，我和元朗都在京師。君貴兄，如今是左監門衛大將軍兼樞密院承旨。郭太尉貴為樞密使，負責巨柔。我雖位卑言微，卻還有一身的力氣。九郎有什麼願望，儘管與兄長們說來。還真有2件事體，要勞煩2位兄長。九郎儘管說來。小弟加官迄今，未有表字，只有一個小名虎子。馮令公當世大儒，學貫古今，待其歸京，還請2位兄長替小弟向令公求一個表字。此事容易。若是旁人求字，以馮令公的個性，未必肯允。但換作是九郎的話，馮令公當另眼相看。哎，第2樁事呢？哎，這第2樁事確實不易。惟願小弟下一遭再來京師，能得飲太平年下1杯熱酒。此杯當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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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飓風要來了，回城底吧。這幾個月，就好像過了好些年一樣。虎子，你這卻又何苦？使君，沒有字。搜他身上。
程昭月这条瘋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？族中内外9房361口啊，州县营田司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，衙前胥吏更是不计其数，上千条人命啊！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，你还是个什么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虎子，你太痴了！天下汹汹啊，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。其实你这区的几张紙，改变得了的？这是多少张？走进16个村寨，总共有216张纸契。太少了。干系太大，谁家都不愿意惹祸上身。这200余张纸契，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先拿的，还是许了春秋2代1城的戏子，才肯拿出来的。多谢员外，有心了。唉，不孝子孙，为豪门胥吏所害，连祖产都败得七七八八，10年不修宗庙，愧对祖宗。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。阿翁，外边来人了，熄了灯火。事情紧急，确实要北巡出国了。员外保重。却又是何苦来有？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，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，陈昭月，一个姓晋的商贾，卑賤小人，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？高明府是君臣衙内，韩家岂敢忤逆？只是不知我家水田，如今还剩下几分？宁海方氏还有生计可谋吗？都是乡中父老，手脚放干净些，莫要让他们受罪。你先在这看好，我去救人。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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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进才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何人下此毒手啊？王铎，
可是偏航不少。此处不是明州外海，如此大地上风，偏出个几百里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应该也没多远。看日头的方向，明州应是在西北。此处的话，应是在台州外海，不是宁海就是临海。你好歹也是个钱家宗子，朝贡副使，人家做县令的来拜，你却躲出来耍，话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。你莫要说话了，快吃吧，这般新鲜滋味，大半年都未曾尝得，你不馋呀？这太平年下，能有一碗热酒喝，一块鱼肉吃，这般日子，在北边时，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。哎，雄才伟略，那是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事体。二位兄长尽管去争，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。我本来就是鱼帐子，素来胸无大志，能喝一碗热酒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在汴梁的时候，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、为民请命的大英雄，我却听得一阵阵冷声。那般慷慨激昂、热血模样，私底下惹过我好几回，那却真的是你吗？还是说现在这副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啊？你猜啊？还是家里好，用不着我这个被懒鱼帐子去做什么老使子的大英雄，去为民请命。二位兄长，冯令公、桑相公，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，我吴越都不用去争，如今就是太平年。哎呦，如今竟是太平年，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？嗯，怎么说？吴越如今不太平吗？哎呀，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，逼着下了海，风里浪里，拿性命去搏生计。不肯下海的，要麼是掂了人家的田，拼命伺候了一整年，也還落不下個保暖；要麼是背了山月社的袋子，利滾利，息上息。卻不知道幾輩子才能還得清啊！小哥卻說是太平年，你這不是說笑嗎？休得無禮！沒事，坐下。一斤鮮魚當2籌，1斤精米當2籌，1斤魚乾當1籌。細柴10斤當1籌，1斤蝦蟹當2籌，1斤鮮魚當2籌，1斤精米當2籌，1斤蝦蟹當2籌，1斤魚乾當1籌，1斤鮮魚當2籌，1斤蝦蟹當2籌，細柴10斤當1籌。走吧。1斤魚乾當1籌，1斤鮮魚當2籌，1斤精米當2籌。原來是西府來的官人，小人失禮了，官人莫怪。這是在接納人犯？回官人的話，這是州裡下來的鍘子，捉拿從逆的賊人。咱們吳越國中也有從逆的賊人。官人有所不知啊，這是前些年在西府壞了事的戴太尉和孫太尉餘黨，說是不知如何隱匿在了海油鎮營田司那邊做了主簿。幸好啊，有咱們寧海縣的高明府明察秋毫，這才揭穿了身份。連夜逃亡了，如今這縣裡、州裡都下了嚴令，務必要將他捉拿歸案，明正典刑。讓開。
劳烦了。又有心事了？没有啊。我阿娘说过，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，有时候比针笔还要小。平日里话说的好听，什么男儿胸怀四海，等闲遇到个什麼事兒吧，便家產不清了，問了也不說明白，最是可恨。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，本也是凤毛麟角。你在說什麼胡話呢？誰是你岳母大人？他老人家當時送你來的時候，話可是說得明明白白的。此時若是想要我退貨，那是萬萬不可能的。你才是貨呢！哎，海風吹着最是舒爽，你一個人慢慢享受吧，我先回去歇着了。哎，白日間是有些掃了興致，卻不是為了瑜伽那番話。不是嗎？我看他說完話之後，你就神思不屬的，我還道是哪句話犯了你的忌諱呢。哪有什麼忌諱啊？我生在王侯世家，自幼錦衣玉食。我以為的太平年，和那瑜伽以為的，本來就不是一回事兒。我是有些心思，卻不是為了瑜伽那番話，而是為了米價。米價？那米店的夥計手裡的竹片，學名喚作米籌。想要去買米的人，需先將財物換成米籌，再拿着米籌去買米。一片米籌能買1升糙米。去歲我們去汴梁之前，杭州魚米市上，1斤鮮魚還能買得5升糙米，可如今卻只能買得2升了。所以你是因為米價上漲在憂心。可是，這5升米、2升米，這差在哪裡呢？差在哪兒？差出一個太平年吧。當年祖父立國於東南，傳下一句遺訓：不書於竹冊，只傳諸子孫。道不過3，東南自安。古過於武，正猛於虎。說的就是米價。大唐太宗貞觀年間，長安城裡的米價約5文10升，這便是君貴兄長所說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亂，去年15文還能買得5升米，可如今卻只能買2升了。這便是苛政橫行，其勢如虎。子潘。老師，路上仔細些。學生遵命。寧海人祭拜。別看了，白紙無字。那這是什麼意思呀？這個寧海縣學博士崔仁濟，白紙相召，本人沒來，卻讓他的學生送過來，一定有不可言狀之事，要當面相告啊。那咱們走一趟去看看唄。你真的看清楚了，裡面只有一張白紙。卑職看得明白，那封拜書從未封口，
裡面只有這一張白紙，信封上只有5個字：寧海人祭拜。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，特意用火烤了烤，信紙和信封之上均无異樣。这个宁海献学催人记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郎君，怎么了？郎君，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，名字叫沈银，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，乃是吴兴沈家人。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。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，自己却被抓了。正是，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。之前他已经在蜀了睦州知州，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，先是贬为台州从事，而后又贬两级，做了宁海县尉。这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进城了，造访献学。是，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。太守，都下去。太守，若是此刻陈锡就在献学，那我们慌什么？待不可坐以待毙，你即刻赶往献学，陪着水丘与九郎君，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献学催人记，万万不可让他胡说。还有这个，到底发生何事？据本县民府和本州太守所言，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。一派胡言！几年前的案子，若是真的牵连其中，何苦拖到今日的？身为应天寺主簿，九品入流，却生遭州县、应天寺联手追杀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吴越不是中原，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？因为此物，这是舅父纳凉的直器。是。重点在此处。开运4年9月辛卯。9月。可现下是6月啊。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，应该落下6月的脚期，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。9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。这张直器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，唤作“先征后凉”。先征后凉？以两税法，秋赋纳凉，先凉后征啊。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凉。是啊，这样的直器，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，那吴越之地，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遠了。郎君說得對，所謂先征後涼，乃亡國之政。寧海县令高旭前來侍奉九郎君水丘剛。下馬，退後。本官乃寧海令。这位兄弟，如何称呼？军務在身，你不當問，我不當言。是本官來到孟浪，
劳烦兄弟通禀则个。诺。让你的人扔了器械，蹲马路两边去。去年夏秋两季，明州、台州、温州三州连遭4场风灾，大王颁下明教，受灾3州减免2岁2赋。所以，就是说，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，也不该有这些直气。可惜啊，若是城主不还活着，这些直气，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、內外沆瀣、忤逆上旨、欺虐生民、貪蠹聚斂的鐵證。可惜他死了。死了會怎樣？人死了，那這些直氣就成了孤證了。如今試設一個知州，一個營田使，一個縣令，就光憑這些，是萬萬不能夠拿人問罪的。這位陳主簿，怕是沒想過能夠即刻拿人問罪，總是要將東西送到王都，交由相府看問處置。陳興臨死之際，只點了程昭月的名字，那就明擺着他是信不過中書諸公啊。一旦揭開蓋子，怕是要朝野震動。陳昭月一介商賈，在地方上沒有根基，反倒是信得過的。若我是這位陳主簿，我也會這麼想。水秋公是國中重臣，可以直奏大王，奉詔提調此案。這個案子今日問不出，在王都打個來回，拖延個3、5日，怕是什麼也問不出了。區區這些直氣，就有人敢將一個營田司的主簿槍殺於縣學門口，足以見得他們已是圖窮匕見、急了眼之人吶。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。有這麼3、5日的緩衝，再有什麼樣的首尾，也都被他們收拾得乾乾淨淨了。怕是到時候，什麼也都查不出來了。水秋公的意思是，若今日去查，便能查得出來。今日去查，以人名義啊。就憑這區區幾張直氣啊，干涉地方內政，名不正言不順。你們以賀真旦使名義發出的文札，對他而言不過是廢紙一張。不是死了一個營田司主簿嗎？正經的朝廷命官啊，以這個查也不行嗎？我問你，那你如何能夠證明陳興之死與周至的政務相干呢？況且，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，你又能夠查出什麼呢？人家還不讓你去查，到時候你查不出實據，沈高等人反咬一口，平牌還落人口實。來日，要是大王和相公們還想去查這個案子，就沒有了機會了。你我獲罪事小，只可惜了那陳主簿送了一條命，撕開了這條。那高旭還在外面候着？在。我們帶來200人，留下100，護住學宮，另點其1督兵馬，由你一體提調，隨我去城裡轉上一圈。敢問郎君，此時進城，所謂何事啊？逛街。事機緊急，其他的也顧不上了。水秋公、三哥，勞煩你們且在此處安心飲茶，管他有事沒有，先抄了高旭的縣衙再說。我陪你去。沒有實據，就去查抄一個縣衙署，形同作反謀逆。就算是大王的親弟弟，
也不可饒恕。九郎，不要为难自家，也不要为难大王。在宁海县衙做法，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做法还难吧？九郎，你想好了吗？当然，水丘公是国之重臣，不能胡来。于炸子，无法。下官宁海令，参见。哪来的阿扎泼皮？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！九郎君，下官宁海县还不与我拿下！九郎君，将这厮捆了。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，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。我自己来。郎君，此人无礼教训您便是，若是伤及性命，回去王都是要罚贵奉仙堂的。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，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？郎君所言极是，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，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？快走！这。认得我吗？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应该知道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後，台州跟寧海便與你無關了。隨我回到黃龍島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得你自家選。我給你1個時辰，若是想明白了，便給你一個開口說話的機會。前後左右圍住，不要讓跑了任何一人。諾。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闖寧海縣署？放肆！此乃開府儀同三司右衛大將軍檢校司空，鎮海鎮東節度衙內兵馬都指揮使，諸道兵馬都元帥府長書記九郎君在此。爾等寧海上下官佐僚眾，還不速速出營？下官寧海縣城秦賀拜上大將軍。下官未得州中牒文，不知大將軍駕抵寧海，有失營養，還望大將軍恕罪呀。大將軍有諭，不知者不罪。秦縣城免禮。謝大將軍。還不速迎大將軍入衙？請大將軍。哪裡來的大將軍？太守。某只聞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，檢校司空，提點指揮兩軍衙內兵馬，卻並未聽得什麼開府儀同三司右衛大將軍。閣下便是九郎君？你這話有意思，難不成你才是九郎君？
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，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，便不得在此喧哗，搅擾县属，干涉地方政务，这等事体干犯国法。这些人异于行刺，还不勇往拿下！不。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，诸事尚且不明，此时为难他，没有意义。无妨。九郎既然拿了他，此事就万难善了。索性吓一吓他，说不定啊，还缺收获。郎君，全在这儿了。你那边如何？找得到吗？张某、蝴蝶都做得很平，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怎么办？天亮无事，便问邢玉。秦鹤，下官在。今年以来，县属所至行策何在？这是这2个月的吗？是。此案人犯，现下何处？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，这目下人自甲号监房在押。我今日来，正为此人。你是沈爷？你是九郎君吧？你见过我三哥？今日在此的，若是西安侯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旁人提起他，不是孙逆，便是孙树人，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。倒是你，还记得他昔日爵位？郎君如何称呼他？他是我三哥。如今还是？有些事万古不易。郎君能有此心，足称至诚君子。方才沈君说，若西安侯在此，当是台州人之福，此言何意？郎君今日为何而来？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。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。既知道，有何打算？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，看不出毛病啊。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？我当然能看懂，我只是看不破。看破其實不難。郎君看不破，是平日不離時務之故。那還請沈君提點一二。想好了？
摊上這樁千古第一麻煩事，我想得好想不好，有什麼區別？地方官吏這些鬼魅伎倆，其實並不難破，倒是破了之後，才是真正的為難之事。那又如何？事情再难，总要有人去担待吧。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，我不担待，难道真的让九郎，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，去担待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虽不爱惹事，只要事上了身，却断不肯躲事。大王明教，捐免台州5县2年的粮赋，明面上誰也不敢違武剿命，提前收上來的秋賦，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賬上。然則官府徵賦，總要有直契為憑。直契有啊，但不多，有個10-20張，要拿來做憑據，遠遠不夠。總是要訪遍民間，挨家挨戶的去問去收。台州有5個縣，得收到1000戶以上，才好在朝堂上說話。眼下若是去民間收繳直契，怕是連1張都很難收。郎君能收到10幾張，已是不易。這是為何？直契自然是有的，沒有蓋了官府大印的直契為憑，誰還肯納糧？只是眼下這直契早已不在納糧的民戶手裡了。不在民戶，被官府收繳了？強行徵繳，立時會逼起民亂，他們可沒那麼準。郎君，可否查驗過縣屬存證的代契？代契？民間代子。雖多為兩廂情願，與官府無干，然則若涉及田契相押，那些放貸的大戶總要到官府具結明契，以為憑證。去找那個姓秦的縣長，讓他去拿入夏3個月以來的代契來看。這裡也沒有以直契為押物的文字呀。這等落下實據的文字，自然不能有。這要認真的查起來，得多少顆腦袋落地。郎君且看仔細，這些代契中的請代人，多為世居寧海的民戶和農人，關鍵在這放代人。鎮東軍台州營田使。他們帶出去的是軍屯的軍糧，障眼法而已。軍屯存糧事關國際，沒人敢動。這營田司只是作保的充人，放貸的糧食根本就不過營田司的賬，營田司的賬面上也查不出來。外州的大戶到各縣去放袋子，民戶會憂慮有謀取田土之虞，自然不肯輕信。可若從中出面具名的是營田司，那些本地的民戶便放心多了。那個丟了性命的陳興，便是營田司主簿。營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層而已。便以我家為例，無心審視，縱是大族，畢竟根基不在寧海。連州跨郡的到本地來放袋子兼併田土，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？台州營田使杜浩。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內弟。依崔博士白日所見，
高旭是功臣子弟，沈从约是地方豪族，杜浩是胡令公内弟，宣贵、豪强、袁荣，这块石头扔下去，掀起的是滔天巨浪。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，秋粮未收，民户无粮可拿。营田司便出面放袋子，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，便可从营田司带出粮食缴纳秋赋，本地的民户便可度過这最艰难的夏岁。其實营田司也只是個門面，作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，轉手就到了真正放貸的勳貴豪門士族手裡。至於官府收上來的秋賦，其實也並不入賬，30%歸州縣各級官長胥吏分潤，3%歸營田司軍屯糧庫，以濟軍過。剩下的4%則返還給那些豪門士族。如此一來，州縣官吏得了實惠，營田司得了軍功。至於國中的那些豪門士族，他們以60%的本錢賺取了翻倍的利錢。而那些請了袋子的，至少有1/3來年還不上利錢，要麼借新賬還舊賬，要麼便失去了作為押物的田土。可我吳越國怎麼辦？民戶背了債子，甚或失去田土，那不就斷了本該入庫的稅賦嗎？郎君想明白了。那些直契到了放貸人手上，怕是拿不回來了吧？台州5個縣，營田司，豪門士族，他們如同一張大網，這等掉腦袋的勾當，若是沒有相互牽扯羈絆，這張網它織得起來嗎？此事大抵如此。刘元琛，末将在，大川那邊不要留人了，剩下的300多人都調過來。諾。不能再等了，台州營田司設在海油鎮，快馬過去也要半個多時辰。你可是想定了？沒有教民在手，我不能夠干涉地方的政務。但是營田司不同啊，它是軍務。認真的說起來，九郎和我是有便衣行事之權的。你們過去，縣學這邊我來坐鎮。九郎已經把握了縣屬，營田司那邊我親自跑一趟，不要再走懶事了，你就坐鎮縣屬。那個沈某深悉底細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們的手裡。沈從約履任州郡，是一個不好相與的人吶。要是沒人震懾大局，說不定啊，會被他去了空子，翻過身來。臨行時，我與真娘交代了，我若不回，便是七哥親來，也不能把沈從約提走。尚書右僕射，鎮東軍節度副使，內外馬步軍都統軍使，大元帥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，速速打開營門。末將鎮東軍台州營田使杜浩參見太尉。拿下！諾！太尉，太尉，這是。水丘太尉，末將何罪之有？都營田稍安勿躁，待我勘驗完畢之後，自會還你一個清白。
末将無罪，內衙胡令公是末將的姐夫。我知道，你是胡令公的内弟，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君命。令公深知迎天忠心，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。封住应天司，书房前洋房，没有我的军令，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。诺，随我来。太尉，太尉！杜浩在台州所为，胡令公不知情。我也是依常理裁断。这杜浩是要军功，胡令公3朝元老，名位已极，军功啊早就赚夠了。即便是秋田問社，也當是在他老家湖州，台州的事，他管不及，也未見得願意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辦了。好辦。胡令公3朝元老，位极人臣，在军中声望卓著，便是6哥身為大王，也不好苛待功臣啊。他若不涉及其中，事情不就更好辦了嗎？依郎君之見，案子揭開了，這件事就完了。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，必不會出此言。一共有多少？一時還來不及記着，臨海、黃岩、台興、永安、寧海，5縣印鑑都有，總數怕是有7、8千戶。7、8千戶，7、8千戶，那便是10幾萬人，上千斤良田啊！台州5縣，共計戶口17867戶，登冊的田土43216頃，又32畝3分。若是40%的人借了袋子，便是6000戶，那可是7、8萬人的生計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甫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東海之水難以盡其惡。可高家、杜家無心審視，數百年的望族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過1000多顆腦袋。砍完了呢？這事就完了嗎？已經請了袋子的，他們的約期作不作數？若是不作數，這個窟窿誰來補上？營田司經手的袋子可以一筆抹去，可5個縣的秋糧已經收上來了。民戶向本地富戶請的袋子作不作數？約期上許下的利錢作不作數？若是也不作數，那本地富戶的虧空誰來補？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，自然應由官府來補。郎君，你可知這是多大的一筆虧空？本歲秋賦，以每畝田除息300斤稻米為計，1畝田就是30斤稻米的賦稅。台州5縣合計54萬又200斛的稻米，郎君，那可是一座米山吶！這些稻米，在汴梁購買一個中原天子來做了。